好，现在公务员查你们到底是不是匪谍，哦，特查，特别是查你们，哦，以前1000多人，现在变2000多人，哦，所以媒体说呢，你们光要求国安，要求公务员，啊，吴钊燮去哪里了？他旁边就是匪谍啊，哦，去哪里了？哦，所以呢，这个在野党说这是铲除异己嘛，利用这个国安，搞不好呢，铲除你不想用的人，铲除你这个不拍你马屁的人。铲除呢对你不忠心的人，如果出发点你真的是国家安全，那你旁边有问题的人先处理啊！你旁边国安有问题的人，匪谍都没到，就你们处理的没有呢？怎么处理呢？哦，所以呢说吴钊燮神隐了啊、哦！我本来以为那天这个赖清德在总统府要办那个国安简报，我本来以为是吴钊燮来报，国安会秘书长就报告这个，结果呢居然是国安局，吴钊燮也不见啊、虽然没办成，但是原来吴钊燮并没有去的啊、那另外呢？何仁杰因为涉了共谍案，哦，所以呢，林佳龙说对外交伤害很大。那吴钊燮有没有责任呢？是他自己去判断吧，我也没帮他判断，政务官自己判断。哦，而且呢，跟黄国昌说，你问他好了，我怎么问他呢？哦，我问你怎么问呢？他都不来，不来，我去哪里问啊？我隔空打牛啊！哦，然后呢，这个林涛就是国民党就问陈柏阳说，你家里合不合第5纵队的定义？什么叫第5纵队？定义出来，什么叫第5纵队？你合不合？我们看一下。何仁杰的部分，司法检调当然追诉的是刑事责任嘛。我说吴钊燮要不要负责是政治责任啊？他养在旁边的人泄露的资讯，部长刚说对我国国家、外交、国安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吴钊燮要不要负政治责任？所谓政治责任，就是有一个政务官啊自己去判断，他自己判断就对了嘛。他自己要知所进退嘛，部长，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委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问他。要不要讲？我会认为说，这个民进党现在做的作风，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很失望吧。只能用失望这2个字可能比较文雅一点，那个可能用更糟糕，用更糟糕的字眼都可能去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第5纵队，基本上如果你有党证，你去大陆就没问题，你就不是第5纵队，所以这可能才是这个沈伯洋他们应该回的话。而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一直不停的被他们说什么是不要挡国安啊，不要挡国安，不要挡国安法案，要照顾国安。但是我自己都认为说，如果我们都已经知道党院府里面匪谍都在你身边，而且匪谍不用出国，都实质上可以泄露讯息，而且实质上做到说，甚至连很资深的民进党党员都有可能是匪谍的时候，那其实与其说一天到晚在立法院或去要求基层的公务人员去表忠诚，去给自己自证清白，倒不如说现在这些共谍案应该把整个事情全部的脉络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我想全国的观众、全国的民众都在等说吴钊燮出来讲说，到底何仁杰跟他是什么关系？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他知道或不知道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里面，要负起政治责任的。吴钊燮如果到目前为止不负起政治责任，一匹天下无难事，好像就说没关系，我脸皮厚，我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管，这样会让我们这不只是说让我们这些立法委员觉得很恶心、很痛心。我想一般的民众也会这样感觉。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官吏吏治败坏到这种程度，我们居然可以养一些就是完全不就负责任的人来去做这个行政官员，而且这行政官员是直接有关国安的，这行政官员是非常高阶的。那我们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交在他们手上，他们控制了我们国防，控制我们外交，控制我们很多我们觉得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身为一个国会议员，我会认为说。如果我们是真的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那中华民国自称是一个亚洲第一个第一个这个亚洲民主第一个共和国，那我们必须要做出个典范出来。那这些人。民主进步党的这些有涉案的高官们，是不是能够负起相对应的政治责任？还是要继续让全世界继续看到说，华人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没有下限，只要脸皮一厚，什么事都可以继续下去呢？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在我们眼前正在演着这个历史，就是说，原来官场在中华民国，官场在民进党的手下可以变得这么的不堪。来，林涛。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是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现在在查这个共谍案，发现所有的共谍都在民进党的府院党，然后现在又特别通过这个国安启动这个公务人员特查2336人，这么大规模的公务员查，而且要查他们的配偶跟家属，过去3年有到中国大陆跟港澳，全部都要查，基本上是一个升级到一个全面到毛细孔的这些侦查。可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所有人查过了，就有一个人，他身边他的秘书跟他10年，他被发现是共谍，把台湾跟这个邦交国的这个机敏的这些外交策略，通通泄露给中共。那个人就是吴钊燮，通通不用查，到现在啪走去欧洲回来之后，还跟这个赖清德总统去参加这个军方的活动，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要动他，没有要传唤，直到外交部长林佳龙真的回一句话说，那这个外交危害真的很大。为什么？因为北检的资料，他的何仁杰秘书把这个外交的策略透露给中共嘛，所以他任内有断交8国啊。中华民国要跟一个国家建交有多么的难？结果在你的任内断交8国，这个中华民国的损害要找谁赔？然后吴钊燮你是台湾的历史罪人，到现在都不查，我觉得民众看在眼里。第二，因为沈伯洋为什么他现在被这个认证，被大家都讲说他是红孩儿，都是中国熊？因为过去他是高举抗中保台牌，然后他的定义是说，如果你是台商，然后你有学术等等，你有做过跟中国大陆的交流，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就可能是中共的协力者，你就是第5纵队里面的高风险群。哇，你每个都中你老爸还这个2013年跑去中国大陆，因为我们在讲他是中南美，他说他是中南美洲商，他是贸易商。可是有一个逻辑是，你说你是进口全球的商品卖到厄瓜多，可2013年那个中国贸易总署、海关总署他的资料就戳破这逻辑，因为那个证件是你想要到中国大陆去赚钱。那你的逻辑就完全没办法成立啊，因为你是用中国台湾籍进到中国大陆，从2013年要开始赚钱，你2008年到现在还有19000多笔的贸易数字，你还敢高举抗中保台牌？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因为民进党在这个林右昌已经宣示了，这一次的大罢免要让反共更有利。我先讲嘛，如果你要反共，第一个反的就是柯建铭，因为柯建铭的儿子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他的董事的同事还是中共的高官。第二个要反的是吴钊燮，因为吴钊燮身边跟他10年的是共谍，而且现在不查。第三个要反的就是沈伯洋，因为以沈伯洋的定义，红孩儿可能是中华民国现在国安最大的破口。哎，这个来王慧，我就是想说，这题目我们真的是一再讨论，但是想来想去，就像刚刚林涛最后讲的啦，反正他就是最后给你扣上一个，如果你不这样，你就是反共，反正他抗中就放在最前面这样子。我来讲像他做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特查，我觉得他其实很简单，他们现在就2条路，一条就是先造成寒蝉效应。他查这个，或许大家就是会把这个资料交。其实我有接到一个在学校只是兼课的那种小小的那个社团老师，他可能也叫他填类似的这样的资料，那他们就不懂。他说他跟这个国家又不是直属的这个公务人员这样子，但是呢，他为什么也要一样要填这样的资料？到底是要为了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心中会产生一些害怕嘛。所以这种寒蝉效应是现在这个民进党一用再用。而我觉得林佳龙他就是说大白话嘛，就是说这吴钊燮呢，在立法院东躲西躲然后跟这个赖总统去这个巡视也排一个超级远，但是他不要以为这样大家就忘记了，他是断交最多的这个外交部长，跟这个他这个何仁杰，到现在他这个共谍案到现在都还没有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双标是这样。简单讲，刚刚讲了非常多这个沈伯洋的事情包含洪其昌啊，就他们去大陆都叫做健康交流如果是在野的要去大陆，就也有很多的理由给你东挡西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民进党已经走到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之外其实他为了那个不认识的自己，要找出非常多的理由跟说法来为自己擦脂抹粉。休息一下再回来。
今天这个6点大概中选会可以开这个记者会或者发新闻稿了，宣布说到底呢，民进党绿委罢国民党的委员多少会成案？其实之前都是罢免团队自己在讲的，我通过多少，但今天是审查委员会要开会同时会宣布第一阶段什么时候，就是第一批的立委什么时候投票罢免那民进党认为他们至少可以罢掉10席国民党他们认为会这样那有没有可能不是要说了党公职，民进党的什么议员这个里长啦、议员啦、立委啦等等，党的公职要把它当成大选规格来打不是呢以为说只是罢免，跟你自己选大选一样要当成这样的规格来打那民进党已经推出他的第一支广告了而且呢挂200面看板，6月21号明天要上街那原来呢北基的立委他们同意，他们原来想出一个口号呢，叫做这个去头不同意，监督才有力。为什么要有去这个动作？他最怕人家不去嘛，对不？不过你如果这边讲说，哎呀，票投不同意，对啊，我知道票不同意，那有没有去投呢？所以要有个动作。对蓝营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不动作，所以为什么前面讲你要有个动作，要去头不同意，监督才有力。这10个字出来后呢，民进党现在有样学样，搞了一个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力。反共有什么关系？换句话，你们这些都共产党，把你们反掉。去头不同意，反共更有利啊，因为共谍都在民进党。没错，对，去头不同意，反共更有利啊，没错，共谍都在民进党，这样也可以。没错，所以像那个夏子恩今天在风传媒就写说，这个罢免不同意，民主更有利，反正随便你讲嘛，民主更有利，反共更有利，这个监督更有利，制衡更有利反正其实就这样嘛好，那么因为民进党明天6月20号上街了，所以战斗蓝也发起在明天下午4点半。在荣兴花园举办这个北基，非常有趣。北基这个12个立委都会去还有朱立伦这个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吧，戴喜庆议长等等无党联盟的郑丽文甚至呢李孝亮这次被他传好几次这个中正万华发起人本来也找了赖以任，因为他要上网路，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反正就是一个反恶霸的团结大会，明天下午4点半在荣兴花园。那民进党也发起21号要全面上街200面看板现在很有钱好，那么另外呢，徐巧芯昨天有在电视台宣布说，到曹信的网络留言说要辩论来辩就曹信的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去辩要列5个规则要什么没有任何观众只有媒体然后在中立的地方等等一大堆。那这个徐巧芯说你谁呀？怎么那么多条件啊？事实上也是你曹先生是何许人你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无聊的有钱的退休生意人。其实有钱退休生意人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不是只有曹先生，一大堆都这样但是呢，这个曹先生里面缴获那所以徐巧芯就说什么？你还得搞一堆条件，你是谁呀？我们看一下。他的脸书有留言那总共有6家，包含是媒体的平台或者是网络上面的直播主有来提出邀请。那我想呢，曹兴诚先生因为他只说要辩论，要找我辩论，他还说我不敢接战，没有，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辩论的时候我人一定会到，不可能6选1你还选不出来吧？如果6选1你都选不出来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根本不敢来，你都只是在嘴炮而已。然后你坦白讲，我刚才就在讲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跟民进党，然后跟霸团这3套人马里面最能做事、最有效率的，看起来好像是霸团就是民进党政府，我过去一直在质疑一件事情，就是你中选会在这么重要的一场选举，因为这场选举实在是太极化了，两边都已经偏激到一个极致了。这么极化的选举里面，你应该要尽早出来宣布，就是说我们的投票时间大概会在哪一个时间点，会在前面还是会在后面？几阶段的这些立法委员会是在一起，还是要分开投票？然后呢，投票所的数量要比照所谓的大选，还是不比照？我跟你讲，这些到现在完全都没有。
甚至到现在，你有看到区公所开始在招募什么？招募工作人员吗？没有。那我问你，如果工作人员变少了，投票所变少了，那某种程度是会影响投票率还是不影响投票率？这些都会造成这一场投票的正当性的问题。可是我没有看到政府在针对这些部分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些想法，或者跟民众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整个民进党政府，我觉得你有好几个该跟民众沟通的，你都不做。包括刚才我们在讲国安的事情也是一样，国安会议，你现在突然说要找2党的党主席来做国安会议。民众现在的观感就是，哎呀，是不是有什么很紧张的事情要发生了？怎么？结果2党的党主席不去以后，赖清德好像也当没事哎。那我现在身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我就想说，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啊？到底是什么事啊？那结果你现在说啊，你们不来，那我就不讲了。你赖清德，你现在应该要跟中华民国的国民先讲清楚，把不涉及机敏的部分告诉大家说，我为什么要找2党的党主席来谈这些？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到什么状况？所有的东西都在和稀泥，都在打烂仗。赖清德有讲一句话啦，昨天有讲啦，事后啦。我们现在不要零和，我们要竞和。你讲什么鬼话？对啊，你这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捅人，这就是零和啊！是啊，对不对？什么不要零和？你在搞的就是零和嘛，来江龙。我们一大罢免的，我看了一些民调了，就我觉得老百姓反大罢免的那个态度是清楚的。那剩下的就是投不投票，所有的在操作面、在技术面如何让他们出来。我担心的是说，如果结构面上面来讲就不利，那你当然就很难。但是结构面上面来讲呢，老百姓觉得这是不对的。其实我相信大部分老百姓对于一个民主政治运作的政治伦理，才刚当选1年。我跟你赖清德同一天当选，你赖清德40%，我在立法院过半，你这个40%要来罢免我，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政治上面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合不合理，因此如何让那些选票出来。可是赖清德最近怪怪的，你不觉得吗？我们在谈许多的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谈的稍微肤浅。第一个就是说，我如果是赖清德，当我看到纳唐雅胡说呢，他要对伊朗的就是说宗教领袖呢要斩首的时候，我会不会怕？今天美国都认为说是我挡住他，不然他就动手了。那你认为以色列都觉得他可以动手？请问你今天如果我是赖清德，我听了我会不会怕？今天如果以色列一发导弹过去的时候，把一栋大楼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政经人物呢，全部呢一次呢都团灭了，你认为在台北要斩首的时候，他会不会怕？我如果我会很怕。而且以色列距这个伊朗1000多公里，当然公里哎。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都不爱赖清德，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我如果是他，我会怕啊。我一听到说，我觉得你在讲给我听吗？而且美国看起来是不置可否，美国只要敢放手，今天的老共一定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回想一下，记不记得第一次解放军的军机进防空识别区，然后呢，我们的军机升空呢，拦截警告驱离蔡英文呢去颁奖金，是什么时候？也不过5年前而已。那个时候呢，觉得第一架进来被我们赶走了。但是你知道去年2024年进来的军机有多少吗？进到我们防空识别区里面有5000多架，平均1天15架。平均1天15架，所以为公平行的每个飞行员都应该颁奖才对，对，否则不公平啊！你在看到就是说过海峡中线的，去年是3000多架，平均1天10架。你颁奖颁不完了。我告诉你，如果说呢，我只要拦一次呢，就发奖金，空军都发财了。我24小时不睡觉，我就在空中拦呢就可以了。你再看到呢，这还不包括，就是说呢，到台湾周围的船舰，去年是2700多艘次，平均1天呢大概8到9艘次，它都已经到你家门口了，你不担心斩首吗？我要动手太简单了，这么近的距离，它代表的什么？你看到不管是印巴也好，或者以色列、伊朗，
伊朗最弱是什么？伊朗完全没有空优。伊朗到现在为止，它使用的最先进的战机呢，就是 Tom Cruise 呢在 Top Gun 第一集用的，叫做 F-14。对。熊猫式战斗机，那个是上个世纪90年代。Tom Cruise 开，对，没错。Tom Cruise 用完了之后呢 ，Tom Cruise 第2集的时候呢，拍的呢就是去打熊猫式战斗机，就是打伊朗的熊猫式战斗机，而美国的熊猫式战斗机在2009年全部都已经在地表都消失了。现在你要看熊猫式战斗机，只有伊朗有，这是以色列据说打下2个，它没有空优。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打？因为他知道呢，我没有空优，但是呢，导弹会决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呢，不管是在印巴空战，或者这次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冲突里面，导弹变得非常的重要。你这时候再看到那2个航母战斗群出去的时候呢，日本为什么很紧张？因为那2个航母战斗群呢所推出去的最边缘的位置，就是呢。今天的解放军，它的本土的导弹所能够覆盖的最远的位置，它根本不需要依赖呢它本身的那些呢航母啦或者战机，它本土的导弹就可以提供它完整的保护。日本知道，只要它到的地方，就是呢，就像你在森林里面啊，熊啊、老虎啊在尿尿在画边界一样。我到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我的地盘了，这是我本土导弹，所以你看到美国不断的往后面撤，因为你没有办法面对到战争发生的时候，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所有的人如果撤不及，你就是呢当人质。我每次听到民进党在讲反共的时候，如果要吐你们槽，好像我很亲共，好吧，我也很亲共好了，也没关系。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你知道台湾的老百姓发生怎么样变化，或者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你如果这个时间呢，你到西门町去看泡泡玛特的店，去看拉布布在排队哦。你看到全世界拉布布呢都在排队。你知道去年小红书台湾下载137万。台湾现在许多的年轻人呢，每天呢不管出去玩干什么呢，都是小红书，或者说你看起来。官方好像呢，前2天颁布呢，把中兴啊、华为啊，再列为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你做了很多的反共的动作，可是呢，在许多软体跟生活，甚至于呢，我有经常看到网络推送的那种大陆的微短剧，每一部微短剧看都很好笑，那些演员的演技也好，剧情啊都很烂，可是那个点阅率超高啊，全世界都在看了。你要知道，就现在全世界在反共、反中共，可能只有你一个。去年这2年的时间，大陆开放了40几个国家的片面免签，每一年进大陆的，就是说外来的观光客都是3位数的成长率。请问你到台湾的是多少？你在那反共，你可以挂在嘴巴上面骗自己的老百姓，但是跟事实都是相反的。 5年以前这个老共第一个飞机过中线的时候呢。蔡英文去颁奖，调资料，我在本节目当时就讲，我说第1架颁奖，那第2架颁不颁呢？我觉得蔡英文政府那时候以为这架是偶然来的，以后就不会来了，结果没想到接二连三，每天都来。对，所以呢，你第1架颁了，第2架不颁了，那对第2架公平吗？对第3架公平吗？对第3000架公平吗？休息下来回来。行政院要删给地方的补助款，接着要地方分摊租金的补贴，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租金补贴是你们民进党选举的政策啊，对，那你怎么样？你请了客，然后呢，叫别人来付钱，这不是很奇怪吗？因为在这边请客人，主人不是应该付钱吗？刘世芳说：“我就是没钱，我怎么付？就是你去吃霸王饭，吃完以后说。”没钱，人一个命一条，不要闹啊！蒋万安就很生气说：“啊，话弄得够，啊刀都是你在砍，讲话也是你讲的啊，要给补贴也是你讲的，讨好这个乌壳瓜牛，讨好租屋主也是你在讨好的，然后呢，砍预算是你在砍的。那台北市会被删掉40，大概18亿；新北30， 18亿；台中21亿。”基隆20%，大概将近1亿；台南是20%， 5000万。然后呢，这个5亿，对不起。然后呢，高雄是20%， 8亿。所以这都是3个地方的租金补助款了。
所以呢要地方负责，但是政策会持续推动，我继续补贴，但是呢我不付钱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团说你应该立即撤回，而且终止大罢免哦。你一方面叫地方付钱，一方面这边搞罢免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赖清德翻脸不认账，这只是第一步，将来还有很多东西要你地方付钱的啊，不是只有这个。那这个卓荣泰现在说呢，还没确定，所以之前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说中正路要改名，后来呢行政院说还没确定，现在要砍地方，叫地方自己去补贴租金，卓荣泰又说还没确定，所以已经2次，看起来要踩刹车，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家对于产业支持的方案还停留在书面的作业。行政院卓荣泰与经济学家论坛提到卡关的4100亿特别条例预算，但同样因为钱影响内政的还有这。内政部日前发函给地方政府，表示因为财阀法修正，地方统筹分配款大幅增加，明年起扩大房租补贴经费，要依地方财力由中央地方来分摊，引起反弹。台北市长蒋万安认为租金补贴属于非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没有钱就是没有钱。部长再次跟蒋市长杠上，但行政院长说法是这样，对于民众的额度也不会减少。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持续等待财阀法释宪的结果。政院强调还没有定案，这是为部长踩刹车吗？补贴经费怎么办？民众都很担心。这个对这个补贴的这个事情，院长没有。院长点点头不回应，倒是前天还有回应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一个转身就转头，是否或许有点尴尬？因为这已经是政院2度与内政部不同调。因为日前内政部推中正路改名，引发反弹声后，卓院长定调没有要全盘性推动计划，再也质疑是沟通不良。细数政策，中央有不同声音，内部沟通机制或许出漏洞。那别想。我觉得刘世芳刘部长他真的是很能够为党牺牲、揣摩上意啊，就这样讲。因为不管是第一次说要改中正路的路名也好，还是这一次说砍这个租金补贴，他基本上都是在做与其说他做一个内政部长，倒不如说他去做个民进党在这次大罢免的最主要的攻击手。甚至说，他也老实说，他也揣摩上意，揣摩得很用力。我记得在高雄场还在台中场，他说让赖清德当台湾国的主人。这种种的这所有的事情讲完之后，我会觉得说，他到底是应该要去跟林右昌林秘书长抢位置才对啊，他蛮适合当党秘书长的。与其说当内政部部长，倒不如直接去当民进党的发言人或党秘书长。而我们现在看到他为什么是这样讲，其实他就是想尽办法说，租金补贴补助没有了，因为蓝白砍预算，他最后面又回到这个梗。可是这个梗如果再继续讲下去的话，其实这会破空的。那我们在立法院也很明确提出了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砍这些预算，租屋补贴我们根本不会去看，也没有砍过。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我把你的租屋补贴扣起来，你看蓝白砍预算都是你们蓝白会的错。他基本上还是在助攻大罢免，他还是在想尽他们方法，以内政部部长的权势、权威、权责来去助攻这次大罢免。所以说，我认为他就是基本上想办法去捧赖清德、讨主子的欢心之外，更重要的是说，他就是在为政党而服务。而像身为一个内政部部长，其实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因为他的心中没有人民，只有政党，只有一己之私。所以我觉得他是个非常适合的部长。我觉得刘部长他就是扮演这个温柔的琼州啦看起来他温暖的说，但是呢，就是帮这个赖清德负责冲出去。但是冲出去会不会成？那也不是每一条都成。就像他说要改路名这一条，试了一阵子的这个舆情之后，看起来不行嘛所以他又丢回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刘部长，因为你说我们民众党是吃台湾米。然后是做中国贵，我们是台湾人，这个要再次跟你讲一下。那我觉得他们现在用的这个策略还是一样的，就是反正就是要帮这个大罢免增加柴火这样子。所以包含行政院卓院长他之前统山地方的补助款这件事情，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要说，它是一个错误又可恶的一个政策，根本就应该要立刻马上停下来。但是最近如果像刘世芳这样又冲出去，我就不
知道你要怎么样再收回来哈。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当时赖清德在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居住正义包含是什么？他可是喊出了100万这个数字哦，100万这个数字包含什么？包含他要盖社宅，他要租屋补贴，然后他还要包租代管。我就先跟大家讲社会住宅好了，他在台南1户都没有盖。好，所以到现在他的目标的13万户也是1户都还没有规划中哦，连进入规划中都还没有，所以就要拿这个租屋补贴好来作为他的一个政绩。但是最近也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学生现在在准备就是放暑假，然后要换到下一个学期。那我也接到一些陈情，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个租屋补贴的这个政策本来呢下去之后呢，大学生还算蛮开心的，但是呢现在开始有一些恶质的房东。他就是把那个租金把它提高了，所以等于他补了他之后呢，那房东是赚更多，可能原来是1万块，他给他提到12000，所以我觉得这个租屋补贴，当然他原先是为了要打他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他想要趁机添柴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行不通啦，所以我觉得赶快行政院长赶快收回这个统山地方补助团的这个错误的一个政策。这个赖清德啊。他已经崩盘了。我讲的崩盘就是美国对他呢，不只是依赖，已经是不信赖了。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呢对赖清德呢是彻底的不信任，为什么是要由萧美琴来接受挪威的报纸的访问？为什么要大大的登一篇什么捍卫中华民国宪法，讲这些有的没有的，一点都没有用。然后什么要跟中国大陆呢要跟这个民选政府对话？就是因为美国不相信赖清德了嘛。赖清德在520就职1周年的时候，一句什么新两国论都不敢提，谈了中华民国呢，什么其他的也不敢提哈，就是因为美国掐了他的脖子啊，就让他不要让他再做两岸之间的麻烦制造者，不要再给川普添麻烦了。然后在5号的时候，在6月5号的时候。当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习近平说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的时候，他讲的是谁？讲的就是赖清德啊！哎，你美国你不要认不清楚这个状况哈，不要因为这个台独分裂分子这个赖清德这样子搞，把我们中美两国卷到冲突里面去，卷到战争里面去。拜登可能会听不懂啊，川普可是听得非常非常非常懂的啊。如果川普没有听懂的话呢，他也不会在之前的时候，当中美第1回合谈判讲的话，就说哎，谈判的好的话有利什么统一和平哈。所以说呢，一连串美国发出来的这个讯号。就是在告诉赖清德，所以赖清德呢才会呢巴巴的呢，哎呀，我赶快把这个在野党的2个主席找来。他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军费，哈！你们要来支持这个国防预算呢，提高到3%或者是5%，他就是要抱住美国大腿嘛。我们的央行总裁莫名其妙，全是这个是总裁州哦，这是央行州哦，哈。各国的央行呢都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怎么样不管是升息也好，不管是降息也好，不管是汇率也好，不管是债的东西也好，来去平衡这个中美现在美国现在对世界发出来的这个地图炮。我们央行呢完全一切呢以保障美国利益我们的最优先，买美债，美债是投资的最好哦，我们绝对不会降息哦，这个汇率呢我们也不会阻升。一切都是要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是赖清德最后能够抱住的，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呢？他只剩下一招了，他就是在大罢免的时候呢，扣所有的这些蓝营的立委的帽子，我们才反共，他就是要把你们打成通通都是中共的同路人，因为他只有这一招。如果说这一招，所有的这个蓝营的支持者还看不穿这个东西的话，你还不出来投票制止他的大罢免？好，真的要让大罢免大失败，否则的话，今天赖清德他们就有理由说，你看，就是这些亲共的这个通通被罢掉啦，通通被罢掉了，所以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反共的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这个中国大陆政府，你就要跟台湾最大多数的民意对话。这就是他的阴谋啊！因为他其他做的东西一无是处，
美国也不给他开绿灯了，他现在只有寄望，就是所有的这些蓝的这些的支持者，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态势的话，只要让他的大罢免有机会能够拔掉6席，并且呢当选6席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公务人员啊，什么这样的清查，真的是小 case 啦。他接下来更进一步，会限缩两岸之间所有的一切的交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立法院延会了哦，所以韩国瑜呢，本来礼拜5院会今天都会主持嘛，到今天没主持哦，所以传出来是他低调出国了啊、哦。那另外呢，立法院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黄国昌说，看看哪个政党觉得监察院又肥又香哦。那另外呢，这个王宏威说，国民党全体投赞成票，认为要成立修宪委员会，把监院给废除了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因为朝野有共识，所以逕付2读哦，所以呢再进一步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徐巧芯曾经这个检举陈明文父子违反利益回避，监察院用密件回哦，所以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用密件回。那徐巧芯就说，回函怎么去个密件呢？因为是英系的委员，就要用密件的方式来回吗？我们看一下。8院会现在处理争列部分。由副院长江启臣宣布进行表决，周5的立法院会没有韩国瑜，实属罕见，都是传出他人不在国内。原来韩国瑜院长已经出国了，代表院长自己认为现在的议程并不重要。至于韩国瑜为何能在院会期间出国？因为韩国瑜刚好从14号起就没有安排公开行程，期间包括17号的院会由江启臣主持，20号的院会也是江启臣主持。或许也是按照立院会期表定只进行到5月底，但中间包括国民党、民众党都提案希望延会到831，变成跟6月17号韩国瑜的68岁生日撞在一起。祝他生日快乐！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做政治人物，不管他是不是院长，那在生日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要跟家人团聚，然后出国休息一下。否则呢，这个院长真的太累了哈。所以呢，祝他生日快乐，也祝他旅途愉快。一个院长难道不能够出国吗？那请问一下，总统不能出国吗？啊，对不对？常常都是因人设事啊，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主张院长应有出国庆生的权利，毕竟往年韩国瑜都会趁着休会期前往英国找女儿韩冰。虽然不确定此行韩国瑜的目的，蓝营立委仍接力帮忙抱屈，但为废除监察院，民众党团20号要在立院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偏偏正是需要院长协商的时机。我们会正式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这一群监察委员，大家打算赖着不走，请全台湾人民睁大眼睛看清楚。院长久违的出国假期似乎不影响立院日常运行。好，这个修宪委员会来，王慧。我觉得这个修宪委员会在我们这一届的时候也是就是也有好不容易成立了哈。当时的议题就是满18岁公民权的部分哦，当时也是有通过进入到公投的部分，所以这一次这个废监察院，因为我们这一届是废考监，当时没有成功，但是废监察院的部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本来就应该推动，因为大家已经讲非常久了。我记得我做立委的时候，只要是去监察院检举告发相关事情都没有再办的。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宗彦的案子，然后小云这个案子呢，小云有在吗？有空吗？有空吗？小云有空吗？备错了，有空。然后他这个连弹劾都没有，2比11这个案子到最后，要不是因为南检有给他起诉哈，他们就考虑说看要不要重启调查。所以你印象中你不知道监察院在做什么。这一次因为监察院公务车的事情，让大家更明白的看到哦，这个监察院开会时间可以这么短，然后公务车可以随便用，平常到底在做什么？一个月领的薪水跟立法委员一样，好像看不出来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时候有这个共识，够赶快把这个监察院能够废。但是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这个公民投票的部分，然后因为他要投到900多万票才会通过，这个还是非常高的一个难度。对，但是希望可以往那个方向前进，至少是一个阶段嘛。对啊，香龙。
我们在想说，如果你是马斯克，你在负责政府效率部，台湾成立一个政府效率部，你会想要裁哪些的单位？手裁。对，那很多了。那我觉得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大家形成共识。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再进到尔爱其羊我爱其里的那种的羊跟理的争辩了，没有必要。就是客观现实上面，你认为这单位有必要这样养吗？你即使不在法条当中把它废掉，你认为涉及到框架问题，不提名就好了，冻结也可以啊。国民大会这些都冻结啊，审机台湾省也都已经是冻结嘛，就用最简单的、最低量的运转就可以了。当讲到宪法，我在听呢，我现在听到。我不想听到赖清德也好，或者听到萧美琴要捍卫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去年不是还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吗？选举的时候还讲的。对啊，那你都说是灾难了，然后为什么呢？然后那你还捍卫啥呢？很奇怪。对，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总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不要认为说呢，这个只是一种的语言的话术，而是你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跟领导人，你对于呢一个国家体制当中的根本的大法的描述存在巨大落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觉得这是一件不严肃的事情。换到这个宪法没有什么好尊重。当你今天要捍卫的时候，我哪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又有另外的一套的讲法就出来？整个的台湾呢，对于就整个的政治架构的不尊重。那种不严肃，其实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啦，那样子也可以啦。对他以前就这样子搞的，那我们就算了吧。就大家呢都是呼呼的用这种很草率的方式去处理很严肃的政治问题。那修宪是一件严肃的问题。我觉得修宪之前的时候，我认为不妨回到呢马斯克的那种的第一性的原则，就是这玩意儿有存在的必要吗？那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就回到第一性原则，就把它处理掉。就好了。宪法是灾难，赖清德讲的，所以现在捍卫灾难。对，明天他又说捍卫灾难是一种灾难。我觉得修宪委员会很不容易这个成立然后呢，真的要完成修宪又很困难，倒不如借这个机会呢，反正大家发挥创意，也好好想一想，就是我们这个五权宪法的体制真的是不适合台湾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台湾了考试院、监察院呢都可以废了很多的部会呢也都是不需要成立了。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个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今天看到这个联合报在头版呢登这个环境部撤销中火罚款败诉这件事情1600万吧，好像1800万。对，就因为是那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判这个台中环保局胜诉，它主要的是就是说基于这个是地方自治的权利我觉得环境部太可恶了。就说当时的时候呢，中火他去环保局要中火去赔台电去赔1800万元，竟然是这个环保署的环境部认为裁罚处分违法而撤销。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保署，后来的这个环境部都非常的可恶。你们怎么去？你们要捍卫的是台中人、台湾人，我们大家的这个肺的健康你们是要去惩治的是这个台铁，它不当的去污染这个空气你们怎么还去帮台铁背书呢？你们是怎样你们是台铁的这个遮羞布吗？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部会，可能我们现在监察院又没用所以没有任何的单位，台电这些部会，环境部你怎么这么失职？没有任何的单位可以去惩处他，所以台湾高行这点呢做得很好。林涛。监察委员去用公务车、宠物美容、剪头发跟看牙医，然后呢，你有到北检告一个，他才查一个，不然不查。然后黄国昌跟那个郑正乾马上立案，马上查办，这就是双标。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台湾民主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今天中选会要公布这个日期，很拜托大家，因为呢，这个如果你没有出来投下不同意票，他们就会继续为所欲为。那我也这个跟大家讲，如果你们有来桃园的话，桃园最大的南门市场的入口处，我们上了一个旗舰的看板，要来挺桃园优秀的立委，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支持。洪鼎，
我觉得监察院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就是监察委员失灵，不代表监察院的这个概念失灵。所以我常讲，那国父孙中山跟张君迈在做这个辩论的时候，他一定认为。